欢迎大家收听每晚一个恐怖故事。今晚已经是第57晚了。记得小时候看小说看电影，对点穴尤其着迷，经常2人或3人一组排练剧情，手指在身上胡乱戳2下，被戳者立即保持姿势不动，直到被解穴。当时玩得很疯，结果有次某男生学电视里摆酷，背对着准备点穴，结果没注意后面来了女生，这厮转头看都不看，就是兰花指乱戳2下，2根指头直接插在人家女孩前胸上，吓得人家哇哇乱叫。接着就是左手如来神掌，右手大慈大悲掌下去，当即把该男生打得找不着牙齿找不着北，然后哭着叫老师去了。结果该男生被勒令当着全班的面道歉，班主任还说他从小就耍流氓，有了文化还得了。还记得他悔过书里说了句：我向全体同学敬爱的班主任及校领导保证，以后再也不拿指头乱插胡戳，以后一定要有纪律有组织有规范。至于后来就不记得了，只知道长大后觉得那些东西很可笑。虽然知道中医里有穴位一说，但对于一下点到别人几个小时不能动，或者一个穴位点下去人就死了之类的，觉得是无稽之谈罢了。不过世事并无绝对，有些事我们觉得荒唐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。无知者敢于怀疑任何事情。黎正的腿伤似乎还未痊愈，还得依靠拐杖才能勉强行走。在骆磊的介绍下，我和季言带着黎正去了远离城市的乡下。据说骆磊的外祖父精通医术，而令我和季言感兴趣的却是在骆磊家乡，传说有一族人自幼就有一种神奇的关于点穴的本领。这里的村庄很大，不过却是地广人稀，几乎走上10几分钟才能看到一户人家，青砖白墙，不时的有几只土狗摇晃着尾巴走来走去，偶尔过去一辆公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这里很荒凉，还好村民都很热情，每到问路讨水都没障碍，而且还领着我们来到了那位老人家中，只是还未到就用手指指了下前面，然后就不愿再过去了。这是所老红砖平房，砖红已经脱落不少，房子木质的正门2边大开，我们刚想进去，却发现大门前的院子2边居然各养了3只狼狗，最小的也有半人多高，一看见生人吼个不停，直接直起身子趴在围栏上。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些家伙，的确有些胆怯，一只只红口白牙，流着老长的哈喇子。大门里走出一个老者，半弯着背，一只手拿着香烟，姿势比较怪，食指拇指中指3个指头捏住的，步伐稳健地走出来，上身穿着长袖蓝色棉布大褂，下身是一条黑色长裤，衣服看上去很旧，泛着白，似乎将洗很多次了，不过非常干净，脚上踩着双黄木拖鞋，对着那群狗叫了句，听不太清楚，似乎类似于训斥的感觉。几条狗立马回到里面，安静地趴着不动了。走近一看，经由骆磊介绍，原来这位老人就是他的外祖父。房子里面非常阴凉，犹如置身冰窖般，不过温度却很适宜。后院似乎还养着狗，还有一大片菜地，看来在田间饲养些动物，种些新鲜蔬菜，自给自足，倒是十分悠闲惬意。而且不时地传来一阵镇月计划的香味，倒是让人有几分醉意。走近看，老人留着一大把雪白的胡子，只是没有梳理，有些凌乱。墙壁上挂着一个镜框，里面摆放着一位老者的遗像，看上去非常俊朗，气宇轩昂，很有长者之风。只是左边额角上有一道拇指大小的伤疤，这是我师父的像，除了药理，几乎所有的本事都是他教的。自从10几年前他去世，我就开始留胡子了，从来没剪过。老人摸了摸胡子，深吸了口烟，阐明来意后，老者看了看黎正的伤势，笑言并无大碍，于是去了内厅。原来里面摆放着药橱，抓了几副，吩咐好忌口和用药，只是吃起来非常奇怪，居然是用没有任何肥腻的瘦肉泡在中药里一起煎熬，然后吃肉喝药，倒是非常奇特。据老人说，肉乃药引，看来古代记载人肉做药引倒也未必为虚了。聊着聊着，自然说到了点穴，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，
声音在房间里回荡，中气十足。虽然已经70有4，却一点苍老之态也看不出来，视力和听力都很好。点穴其实的确是有的，严格的来说，并非用手指点，他们出手非常普通，常人不注意根本无法识的。而且这伙人非常注意隐瞒自己身份，过着和常人无异的生活，安贫乐道。那年我还比较年轻，20出头的样子。那时候全国刚解放，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，大家一般烧水都用的锡壶，这玩意用的多了就容易破，烧水的壶破了还了的，所以经常有些手工艺人在村子里溜达，专门帮人点壶。所谓点壶，也就是拿烧化的溪水补下壶的破洞，赚的都是辛苦钱。有些类似磨剪刀或者到处游走的剃头师傅，这个点壶的师傅那年大概30多岁，人却显得很苍老，手指粗糙的如同石头一样，指节粗而宽大，脸上犹如风干的橘子皮，黑的泛着暗红。由于手艺好，收费又相对便宜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，只是不知道姓名。我也只是随着大家一起喊他刘师傅。刘师傅来村子里走动的比较多，基本上所有锡壶和其他什么伞啊、锅之类的修补活他一人包下来了。各家各户谁要做了点好吃的，也乐意给他些。不过村子里有些年轻人冲得很，你要知道，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算是比较老实的，从来不在外惹事。这也多亏我的父母管教的比较严厉，由于世代从医，我的父亲非常重视家风家规。这帮小年轻整天吃饱了没事就在村子里转悠，有时候偷看哪家的小媳妇喂奶，有时候偷几个西瓜，虽然谈不上大害，却就像牛旁边飞舞纠缠的牛蝇，很惹人烦。但谁也不愿意出头去说他们，毕竟他们自己的父母都不管，与别人何干。有次刘师傅在路边修壶，刚点好些水准被捕，结果那帮混混中身材最高大也最冲的一个冲过去，就把他的家伙是一脚踢飞了。刘师傅愣了下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陪着笑脸低着头把踢翻的东西拾回来。可是刚拿过来又被一脚踢飞，这样踢飞又拾回来好几次。刘师傅终于知道对方是故意来找茬的了。踢壶的小子叫木根，父母都死在打仗里了，家里被追认了双烈士，由爷爷奶奶养大的，从小就宠坏了，大家都很讨厌他，但碍于他家里人的脸面，都不敢得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非常讨厌外地人。刘师傅缓缓地直立起身子，围观的人很高兴，又有些紧张。大家很久没看见过打架了，连抱着孩子的妇女都赶了过来，一边擦着孩子的嘴，一边轻声向旁人询问是怎么回事。大家都不曾看见刘师傅直起身子，平时他都是弯着腰或者坐着为人干活，或者逗逗孩子。忽然一下站了起来，却发现他原来非常高大。木根有些慌乱，忍不住向后退了一步，可是想想这么多人在，又接着往前走了半步。后生仔，做人莫要太猖狂。刘师傅平静的脸上没有过多愤怒的表情，只是从铜红色的厚实嘴唇里说出这样一句，然后一直盯着木根。木根回头看了看，发现自己的伙伴赶来了，这一下他底气足了，老子就是要揍你。今天心情不爽，你还在这里乱吆喝，还挡着老子的路，我不踢你踢谁？木根一边说，一边拳头已经挥了上去，直接招呼刘师傅的脸。我们大家都以为要开打了，可是结局却出人意料，仿佛像看电视慢镜头一样。刘师傅忽然伸出自己蒲扇大的结实双手，低下头拦腰抱起木根，双手按在他的腰眼上。这小子少说也有100几十斤重，可是在刘师傅看来好像一个纸糊的人一般，轻飘飘地拿起来，转了个身又放回地面。大家看呆了，木根自己也没反应过来，只是脚一沾的身子就瘫软了下来，双手捂着腰，直喊没力气，额头上淌着黄豆大小的汗珠。他的朋友吓得赶紧把他抬走了。刘师傅眯起的双眼中忽然流露出后悔的神情，接着长叹一口气，蹲下来收拾东西。以为有热闹看的人都四散开来，只有我走过去帮他拿起踢得乱七八糟的工具。我闯祸了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脾气依旧改不掉。
本就不该对这后生出手如此之重，这里我是待不了了。你是个不错的孩子，以后有机会再见吧。刘师傅忽然伸出手拍了拍我肩膀，我觉得他的手很沉。那以后村子里再也没听过刘师傅浑厚悠扬犹如唱歌般的吆喝声了。据说他去了外地，而木根则惨了，回去后就喊腰酸背痛，开始以为是小毛病，结果接着就茶饭不思。本来还有些胖的他一下子削瘦的吓人，每天都躺在床上哀哀呀呀的叫唤，直喊腰疼。众人掀起他衣服一看，好家伙，2个腰眼上各留下5个黑乎乎的手指印，深黑色的，碰一下就疼痛难忍。当时我父亲也被请来看了看，结果一言未发，只说了句无能为力，准备后事吧，接着就摇手不语了。我记得当时追问父亲，他只是不言语，被我问得烦了，只好对我解释道他被人拍了。父亲没头脑的来了句，我听了更加不解。父亲见我不懂，索性告诉给我听了，江西客家一带有一氏族，对人体穴位颇有研究，倒不专指点穴，而是用五指按住穴道，很容易让人血流不畅，轻则伤残，重则致命。这个刘师傅想必也不是有意，可能气在头上，力道重了。可惜木根身子不行，我也解不了，他2边的腰子已经坏死了，就算遇见名医治好了也是废人，铁定的病秧子。后来父亲还说，这些学习点穴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号，叫500钱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叫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虽然对刘师傅充满好奇，但后来在村子里就再也没看见过他了。至于木根，不知道是运气好，还是刘师傅真的留了些情面，好歹保住了性命，在上海做了手术，从腰里取出2块黑色的血块。不过如父亲所言，他以后就成了个废人，肩不能抗，手不能提，整天要靠喝药来维持性命，人瘦得像柴火一样。每次看见他都觉得很可怜。10几年后，我的父亲过世了，文革也到来了。由于家里世代行医，却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，加上各个村子之间借着武装斗争的名义，实际上却是报私怨，于是武斗频繁，也就需要我这样的人来为他们治伤。所以我被乡里叫去，在各个村子里看病。只是每次看见一些年轻人流着血，身上那个地方开着口子，或者断胳膊断腿抬到我面前，我都很不舒服。而我也经常想起木根的遭遇。有一次我治理一个骨折的小子，他的胳膊给打折了，可是接好后他又说肩膀痛，拉开一看，肩胛骨连着脖子的地方居然也有5个手指印，与木根的一样，只是颜色并没有那么黑，而且指印似乎小1号。向这个人询问一番才知道，前几天大家批斗一个老人，好像说他是宣扬封建迷信，这个小伙子冲上去扇了一耳光，老人旁边闪出了一个孩子，面带怒色，在他肩膀拍了一下。当时他没觉得有什么，结果后来肩膀越来越痛，所以在打斗的时候他没抬起手来，结果被别人打断了胳膊。问明事情原委，我也知道那个老人正是姓刘。虽然那段时间我极力寻找他的下落，原来他转悠一圈居然又回来了。我询问了很多人，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处，房子很破旧。当我进去的时候，房子里只有刘师傅一个人，他苍老得很快，几乎都不认识了，身上有很多淤痕，在额头上还有个深深的黑色大拇指印，只有眼睛依然有神，虽然半躺在床上，但是一眼就认出我了。刘师傅说他一点都不惊讶再次见到我，因为他一直觉得和我冥冥之中存在着很微妙的联系。这几年他吃了很多苦，从他的身体上我可以看出来，不过有些苦是超越肉体的，我被自己人出卖了。刘师傅坦然说着，从他口中我知道有人向文革组告发了他，说他以武伤人，宣扬学位之说，不尊重科学之类的。不过按理以他的身体是不会怕那些普通的伤害，问题是他到了牛棚才知道，原来毒打他的人居然也混杂着会使用点穴的同门，结果被打到重伤吐血，这都是自找的。当年我师父交代过我，不要随意使用这个，因为学习500钱的人互相之间并不相识，在外人面前使用是大忌。但我年轻气盛，也曾经伤了很多人性命，
虽然中年之后靠修补西湖锅碗生活，却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脾气，结果还是出了手，在你们村子里伤了那个年轻人。我一直都很自责后悔，虽然当时很气愤，但的确下的手太重了，所以现在有这种下场我不觉得难过，其实倒也是应该的。刘师傅咳嗽了几下，从我这里得知木根并没有死，稍许安心了些。屋子里后来进来个年轻人，虽然面带怒气，但眉宇之间的确和刘师傅有几分相似。这个孩子就是刘师傅的独子。对于我来给他父亲瞧病显得不以为然，可能在他认为任何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。儿子走后，刘师傅对我坦言，儿子好胜心太重，虽然教导过几次，但始终不听。他很为儿子担心，生怕会走自己的路。500钱并非只是伤人之用，其实也可以治病救人，只是在于使用者的心罢了。好比刀，杀人者用来杀人，救人者则用其救人。我希望把这个传授给你，让你能多救些人，也好偿还些我心中的债。本来以前最早的时候，武术医学都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可惜后来慢慢分开了，能两者接会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刘师傅颤抖着望着我，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希望的，也是多年来之所以寻找他的原因。后来我向乡里辞去了医生的职务，专心留在刘师傅这里照顾他，并学习点穴之术。说老实话非常难，书记众多穴位就花了3年，而且果然不出刘师傅所料，他的儿子在一次聚众斗殴中没有再回来。尸体抬回来的时候，刘师傅一言不发，脸上也没有过多的忧伤之色，只是挣扎着爬下床，用那依旧宽厚的手掌抚摸了夏子的脸，看了看他身上无指的伤痕，摇了摇头。刘师傅在我的照顾下逐渐好了起来，他一再叮嘱我不要在别人面前使用500钱的点穴术，所以我也一直恪守自己的诺言，除非对病者我实在无能为力，才会使用点穴救他们的命，然后再靠汤药医治。不过很可惜，刘师傅额头的伤还是在10几年前发作了。去的时候很安详，那张照片是他去世前自己要求拍摄的。他说感觉到自己大限到了，我也只好答应他的请求。而且自从他去世后，我也开始徐徐纪念他。落泪的外祖父终于说完了，老人眼睛里有些发亮，手中掐着的香烟也多出了好长一段烟灰，外面风一吹，将烟灰吹落，如同雪花一样。我看着遗像上老人的照片，觉得真的非常安详。在我们的要求下，落雷的祖父调制了些膏药，敷在黎正的伤脚，然后5指缩在一起，食指、中指、拇指按在脚踝2侧。手离开后，脚踝留下了3个指印，但不是黑色，而是微红。回去注意忌口，多锻炼下，你主要是脱筋，很容易好的。老人和蔼地笑了笑。我追问他，到底刘师傅和他儿子究竟是被什么人所害？难道不想为他们报仇吗？老人晃了晃大手，师傅自己都想通了，我何必还去烦恼？我只要多救一些人，多缓解些别人的伤痛，就是为他积福了。至于500钱，不会消亡的，只不过有些东西总是沉在水底，而岸上的人看不见罢了。我把这个也交给了我的儿子，希望他能传承下去，治病救人。老人笑笑，不再说了。离开他家的时候，黎正居然已经可以走路了，虽然还有些不灵巧，但是却可以抛开拐杖了。纪言忍不住赞道，果然神奇。好了，各位听友，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第58晚的故事吧。那是一个关于裂缝的故事。